大家好，我是拿飞啊。前不久我在 Steam 上发现了这样一款游戏《Paper Lily 石百合》，一款在今年1月份出的像素恐怖 RPG 题材的游戏，好评如潮。封面上的甜美青春女孩，直接把我一个大男人的心给俘获住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它还免费，但你别看它免费，相反，它丝毫不输任何一个需要付费的同行，甚至能秒杀某些3A 大作。那么今天我是拿飞，就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游戏吧。游戏刚开始是黑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语句，代办清单的第一项总是最难划掉的，但只要我们行动，把第一件事做完，剩下的就能顺水推舟。这就是为何人们先找最简单的事情，从那里开始，这样他们就更有机会完成一些事情。接着就要玩家开始选择，我一看咖啡太苦，奶昔太腻，所以我选择了清甜不腻，也不像咖啡那么苦的绿茶。他又让我选吃的，我选了个感觉更健康的果馅饼。选完之后，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莱西开始反复默读刚才的选择，直到他记住之后，接着我们听到了一个门铃声，应该是到了一个咖啡店。莱西刚上来准备点餐，结果服务员一个手滑，盘子碎了。然后我们就穿插到了服务员的视角，这个女孩差点把我吓出屎来，她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不安，还是快点把它应付过去吧。不安，服务员怕是孙悟空转世，火眼金睛啊。最后莱西和服务员说他要一杯茶和一份果馅饼。服务员问他果馅饼上面要加什么东西吗？他说屏幕上的那种就行，但服务员表示屏幕上仅供参考。莱西也不太懂，就说一般的果馅饼就行。接着服务员又问他什么茶，是要茶还是泡泡茶？莱西说茶，但服务员问他是红茶、紫茶还是乌龙茶。最后莱西太尴尬了，就说其实一瓶水就够了。可以发现女主莱西是真的紧张，明明准备好的事情最终还是搞砸了。接着莱西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了，以为终于能放松一下的莱西好景不长，在莱西的正对面一桌有2个人谈论着他。怎么，你也注意到那个女孩了吗？应该不止我感觉奇怪吧？我刚想说她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莱西心想忍一忍就过去了，就没再搭理。但那2个人接着准备换位置，嘴上还说着在我们被他诅咒之前赶紧换位置吧。后来紧接着又有人调侃起了莱西，甚至连旁边的小孩都是一样的态度，旁边的蜚言蜚语也越来越多。莱西猛地起身，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咖啡店。这下连自己花钱买的东西都得不到了。失望的莱西回到了他唯一能感觉到温暖的家。刚进门不久就弹出了一个待办清单，是女主计划的一些要做的事情，当然不做也没太大影响了。接着我就进了房子，刚上房子2楼的时候，我们正好撞到了一个人出门。这个人叫西罗，他看到我们女主就喊出了她的名字，莱西。西罗问莱西是不是出去了，莱西回复道出去买，但话还没说完，他哥哥就开心的像中彩票了一般说道，融入到世界了，真为你感到骄傲。1周前你连前门都走不出去，现在他终于出去外面了，这是潮汐的更替，历史的创造啊。接下来你会去集市场，然后再回到学校里，路上会交到好多好朋友，好吧。那么这个西罗呢，其实是莱西的哥哥，他非常的疼爱我们的女主莱西，一直在鼓励赞扬莱西今天出门的举动。但莱西说才不是这样啦，除非我能根除问题。西罗回答道，你是说仪式吗？莱西表示确定，他的哥哥理解他说，好吧，那你就放聪明点吧，需要我的话就在外面找我吧。对话结束后，西罗摸了摸莱西的头，然后就离开了。我知道看到这里的人还是没有看懂什么意思，什么仪式？为什么女主在咖啡店会遭到针对？不用着急，接着看，慢慢的你就懂了。莱西随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一身疲惫的他躺在了床上昏昏欲睡，但即将快睡着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事情要做，起身走到一个桌子前，拿起了信封，还庆幸道论坛一些人几个月都收不到这封信，但莱西他自己只用了1天。这个信的内容是关于某种仪式的，然后就要我们去收集2样东西，分别是红丝带和红色染料。我首先是在房间里找了起来，看到了一个地方在闪，过去互动之后，原来是到了一个窗户旁，在这里我找到了红丝带、符文石还有盐，据说能驱魔。最后还有返回门把，条件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这个回家。找到红丝带后，我们又下楼，在车库找到了染料。按照仪式的要求，我们在电话上绑了红丝带，在前门用红染料画了一个标记，接着就要回到我们的房间，定好闹钟，然后去睡到午夜了。但在这期间，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清单上还有一个和西罗道别的事情没有完成，于是我就在这栋房子的后门碰见了西罗，他正悠
悠闲地看着书，但我们的莱西也是被发现了。西罗邀请我们坐一会儿，然后让我们听了一首诗：1只代表悲伤，2只代表喜悦，3只代表葬礼，4只代表新生，5只代表天堂，6只代表地狱，7只则代表恶魔他自己本身。给我听得云里雾里的，说这是一个关于喜鹊的诗。喜鹊有时看起来像乌鸦，但是更可爱一些。据说你看到的喜鹊数量决定了你的命运。相信某物是件好事，所以莱西相信果馅饼，而西罗相信莱西。哎呦，这对话给我暖到了，真的。但莱西这个时候想起自己不是来八卦的，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仪式。西罗这时候语言也是有些迟缓的说道：“好吧，难道我真的没办法改变你做这个仪式的想法吗？”看在妹妹的坚持，西罗释怀了，便不再阻拦。莱西和西罗说，今晚他不要待在家里面，虽然觉得不会有坏事发生，但以防万一，12点半之前都别回来。他哥哥西罗说：“别担心，12点31准时到。”一切都做好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设好了闹钟，然后就上床准备睡去了。但一觉醒来，我们出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也许这是梦境。莱西说他做过好多次这种梦了。接着我们上了一个台阶，找到了一扇门，于是我就进去了，然后来到了一个长廊。我们走着走着，在地上捡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欢迎回来，莱西，我们在学校很想念你，你还有很多进度要赶，所以你的同学们为你准备了阅读资料，在你的储物柜里，请务必要全部看完哦。”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出现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在窗外张嘴大笑，好似在嘲笑莱西。走过他们之后，就是一个转道，然后我们看到了许多储物柜，我们只需要找到我们的储物柜，然后打开衣柜就可以结束这一切了。随后视角移动，莱西说：“很明显不是吗？”当我们过去并打开自己的储物柜时，一堆垃圾涌了出来。不难发现，莱西在学校肯定是受同学们的欺负的。在开头的时候也能发现，被人们说闲话，就连天真的小孩都对他带有偏见，仿佛女主莱西在他生活的地方，人人都对他有恶意，但是是那种带有躲避的恶意，好像是什么他会诅咒人。难道女主是法师或者女巫？不管怎么说，接着我们就打开了衣柜，离开了梦境。醒来后就要开始仪式了。按照要求，我们要先去打一通电话给大巴司机，然后再坐大巴离开。但此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安静但又恐怖的气息，没有任何的音乐和音效，灯也不开，冷色调让我的后背发麻。在客厅有脚印一直延伸到桌子下面。兄弟们，什么叫心理恐惧？这就叫心理恐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虽然我们这边过去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生，但这不叫忽悠，这是人类对未知事物最自然的恐惧。接下来我们就该办正事了，在电话里输入999-281。哎，按钮变成了我们看不懂的字，但是你以为这能难得到我吗？只不过是换了个字而已，我还能记不住。接着大巴就来了，光速到来，于是我们就上了大巴离开了。这时候莱西开始自言自语起来，说如果让他的父母知道自己搭上了一辆死亡的直通车，他们会怎么想？虽然很难说出口，但他们没了我一定更幸福吧。不管失败还是成功，是一个人们熟知的莱西消失了，还是一个不一样的莱西回家了，每个人都是赢家。所以他的这个仪式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可能是一个能够进化，但是也可能死亡的仪式吧。不过莱西在无意中又想起了自己之前在论坛贴吧里看到的一句话，关于这个仪式，你必须在巴士到达终点站之前下来。终点站这个词也让我勾起了不好的回忆。当莱西还在不断思考这件事时，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很快进入了梦乡。我们又到了梦境，还是那个长廊，但这次我们到了储物柜那里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在偷窥咱们。当然这不重要，他后来消失了。打开我们的储物柜之后，在一堆垃圾里出现了一个叫红色物品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最后我们依旧打开了衣柜，离开了梦乡。醒来后出现了一堆怪，但这个时候车也停了。犹豫但又没有时间想的莱西很快下了车。一个转场过后，莱西应该是走了一段路了，确保巴士没有跟过来后就停了下来。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站点，还有一个森林的入口。站点的旁边有一块石头，上面有一只乌鸦。这个乌鸦是存档用的，主线肯定是进森林入口，但是我因为自己的好奇心就顺着这个路跑。不过这个路是走不到尽头的，会一直重复，所以我只能进了小森林。然后我们接着往深处走，会发现有东西挡住。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解谜，在近处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曙光大门。接着我们就可以改变牌子的方向，很明显是让我们指向前面的死路。然后过去确实在意料之内，出现了一个入口。进到下一个场景之后是更多的路口和牌子，当然这些只不过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而已，只要慢慢分析，每一步都很简单。这里主要是2个牌子，第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曙光大门的入口，牌子一路指正到尽头就会出现一条路，进去直走你会发现有一个铁门，铁门旁边的牌子写着白天的时候大门打开，灯光关闭，所以现在黑天就是大门关闭，灯光打开。哎呦，这
难度有点提高了。首先总不可能等到白天吧，门也不可能硬开，那么只有灯可以改变了，所以不行不行，我们的女主莱西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是不能手撕电线的了，也不能在地上找块石子把灯砸烂，这样太粗鲁的啦。但是在前面我们提到过2个牌子，这第2个牌子就是火车站入口，都弄对后，在一处空地就会出现一个地下路口，进去直走到尽头，我们会到一个火车等候站。在这个站点的房子旁边，我看到了一个售卖机，互动弹出薯片1块，但是我现在身无分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垃圾桶里会有钱，于是我就去翻了一下，结果还真有1块钱，然后我就在售卖机这里买了一包薯片。这个时候游戏弹窗说：“你要吃吗？”买了哪有不吃的道理？我操，真是太逆天了！我们不明生物开膛破肚了哟！温馨提示：不要乱吃东西。2刷咱就不买薯片，直接进房子里了。大厅没什么好看的，于是我就进了旁边的一个地下通道，在那里我捡到了一把剪刀。这个时候游戏又提示玩家：你有不祥的预感，你确定吗？我们回到大厅的时候，能看到座椅上有血迹。当我们接近窗户时，玻璃会突然碎掉。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感受，但当时我玩的时候，差点就把屎尿在裤裆上了。出门直走1米，我看到了一个一身黑的。你好，这貌似是吃我们的那个生物，它直视着我们。当我们走到台阶边缘互动，可以选择下来。下来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估计这是剧情需要，所以我就继续深入，跟着铁轨到了下一个场景。铁轨的旁边有一个自动取票机，能在这里取到一张都是眼睛的票。这里也算是个小解谜，因为前方有3条路，每条路都有这个小黑，你要根据发票上的内容来感受环境，然后做出措施。第1阶段你要看树林里有没有眼睛，第2阶段的发票上面一堆虫子，你要听哪条路上有虫子的声音。第3阶段的时候，3条路都有一盆花，随便选一条路，用剪刀剪去花就能过去了。然后我们在下一个场景会找到一个指示牌，接着继续走就能回到我们最初的火车站，再把刚才捡到的指示牌重新放到杆子上，就能回到最初的森林了。再回到曙光大门那里，根据之前的线索，我决定把所有灯的电线都给剪断，然后大门就开了。进入下一个场景后，正前方有一个牌子，上面说：止步，请不要踏入仙女环。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莱西形容道：这里又湿又软，但是我没有剪刀，1下2下3下，然后也是终于的出来了。但是眼前的一幕让我胃里一阵翻腾，这里就像是某种生物的内部，地上蠕动的是肉，无法描述。在这里瞎逛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株植物似乎也吞下了什么，于是我抄起剪刀打开了这株植物，里面竟然有人。还没缓过神，这个人就醒过来了。天哪，天哪啊！此人询问是我们救的他吗？但他此时的精神状态有些癫狂，还没回应他就说：那些黏糊糊的东西在啃咬我的皮肤，好痒！我还能感觉到，我们这是在仙女环吧？我们没法逃出去的，我们都会死在这里。这时候莱西回复了：嘿，再讲就剪烂你的嘴。很快见笑了，他也冷静了下来，然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小青。对话结束后，莱西心想：这个人是在融化吗？可能是某种精灵，这肯定是在暗示玩家了，因为这个游戏貌似是魔法与现实结合，有些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需要以一些方式和玩家交代。对话结束后，小金就成了我们的跟屁虫，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出口。当我在这里卡了40多分钟后，才发现在某一条路上的一个洞原来是可以下去的。下去之后我也不卖官司了，你接着走会看到一个有嘴巴的球体，小金说那个是仙子，它的正前方有一条竖着的阴影，这条阴影似乎被植物给阻断了。然后到下一个场景，你还能看见一个只有眼睛的仙子，一样的道理，但是是横着的。接着再到后面，他就让你绕过这些仙子的阵型，然后前往出口。这里已经不会有阴影提示你了，你需要自己推测。说真的，这个地方是真的恶心。我猜你已经懂了，一惊一乍的，在你失误前，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失误，失误后迎接你的就是一滩血和一惊一乍的音效。就这样打通第1阶段是第2阶段，然后是第3。当一切都解决完后，进入了下一个场景，一直走到尽头会有一个洞，这意味着我们要往更深处走。莱西表示，如果你下去了就上不来了，但也没办法呀，又没第2条路。最终我们下去后也没能找到出去的通道，这地方是个死胡同。一段时间后，2人正坐在一个浴缸上，他们在此期间也试过其他办法，但是都无济于事。不知又过了多久，莱西发现小青正在融化，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经过一番交谈后，他让小青融化后下去看看能通往哪里，看看能不能回到地面。小青同意了。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没有奇迹发生。最终我们达成死亡结局，大地将我吞没。这结局多少有点黑暗。
那么好吧，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进入这个仙女环，直接绕过去就行了。但说实话，这个小青确实有点可怜，她永远的留在了那里。绕过去之后会看到一棵大树，在这里才是探索真正开始的地方。仙女环发生的事情只是个小插曲。这边我跟着剧情的脚步来到了一条木台子的路前，这是通往瑞德树屋的路。当我们直走到第一个转角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新角色，对我们说：“一个有趣的角色出现了哦，好久没人来了。”继续走到一滩血时，游戏出现了第一次窗口躲避式游戏玩法。花了点时间打通了之后，我来到了问号的旁边。和他对话的过程中啊，我们得知了这个人，不，这是这个怪。不是这个生物，它叫符文，它喜欢符文石。他问我们有符文石吗？可惜我没有。符文说如果我们有的话就可以带给他，他会拿一些小东西和我们交换。接着莱西说好的，所以你是某种精灵吗？符文说不算是，我们以前有很多名字，但是人类通常管我们叫恶魔。他又问我们莱西是人类吗？很少在这附近能见到人类，好激动的呢。莱西说是的。那你知道人类吗？知道一点点，虽然我们其中有一些有着人类的外表，但还是很容易和人类区分的。至于你，尽管你是个人类，但你闻起来有点像。符文有些退缩的说道：“我不能直接讲他，但他是某个超级坏的人。他是谁？两周会保1000年打没的。”接着莱西向符文求助，说自己做这个仪式来到这里是为了找出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的。莱西觉得自己中邪了，但符文说道：“在这里99%的疾病都是诅咒。那1%呢？好甩的问题哦，根本就没有那1%。”莱西又问：“所以你知道怎么解除我的诅咒吗？”符文让我们去找瑞德，他说他会帮我们驱除诅咒。那要怎样找到瑞德呢？顺带一提，这里就是瑞德的树屋哦。意思是在这个房子里吗？瑞德，我来了。但我们进去在里面逛了一圈也没找到瑞德。出来后我们和符文说瑞德不在里面，他说确实，瑞德已经不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因为你没问。所以到底在哪？在大树北面有一座灯塔，瑞德经常去那里。好呀，就怕他耍小聪明，害我们白跑一趟啊！但是想前往北边，唯一的方法就是穿过封锁区。在大树的旁边有一处锁住的门，打开之后穿过封锁区，你就能到湖边了。不过那里很危险，而且很黑，你需要灯光。另外还有一点你需要知道，如果有谁发现你是人类，他们会立马杀掉你，请保重。到了符文说的封锁区前，仍然是经典的门被锁找钥匙环节，你需要找齐3个钥匙才能打开。不过通过门旁边某个神秘人留下的线索一点点摸索，最后也是集齐了3把钥匙打开了门。进去之后乌漆嘛黑一片，我们只能靠自己手机的灯光，然后跟着这个神秘人留下的花瓣慢慢走。在此之前你不能一直跑，因为我们还需要根据莱西的心跳来判断什么时候躲草丛。因为正如符文说的那样，这里有一个怪物，在你心跳最快的时候，如果躲藏不及时，接着我们走着走着，这个花瓣在某一个节点的时候断了，于是我们就要自己去摸索了。不过最后我经历了数次死亡，成功穿越了封锁区。按照符文的说法，继续向北走。到了下一个场景后，这里给人一种仙气的感觉，旁边有兔儿在奔跑，水里有。接着我们走到一个小庭院里，里面还有个小房子。进到这个房子后，我因为手贱的缘故，上来就拿走了缸里的鱼，然后开始出现了地震。当我们走出房子之后，眼前的景象让我心情很压抑，湖水变成了红色，刚才看到的兔子也死在了路边。走到尽头发现无路可走的我只能原路返回，然后我看到了一只我刚才没有看到过的白色兔子。当你靠近的时候，一只无情铁手将我们拖入了水里，然后手又伸出水面，掌上捧着鱼。好吧，这次我们就不碰鱼缸里那个鱼了，而是往左看看有什么，再顺着路走就能走到一个码头。码头上我们能看到远处有一个地方，也许这就是目的地，但我也不确定。最后莱西乘坐在这附近的小船离开了这里。一段时间后我们到了岸边，在这条路的尽头有一个门，那么这个门啊，大家可以理解成某种传送门，放上对应的门把，然后打开门就能去往不同的地方。上面有2个门把，第一个门把进去我们会到一个小商店，店员是一个影子女孩，我们莱西问她问题，她都是沉默不语。但接着影子女孩头顶突然出现感叹号，然后又给了我们一瓶彩虹药水。游戏提示：这会永久增加你的耐久力，其实就是生命值。后面像这种弹幕小游戏都会给你加一滴血，然后就没啥能互动的了。第2个门把进去有一条小路，尽头是一个帐篷，帐篷里有2个鹅类人正在争吵着什么。当我们进去之后，白鹅叫我们把某个东西丢到河里，或者碾死它，压扁它，随便什么都可以。黄鹅解释说这是他们的小弟弟，他已经在这里不停的哭了好几天了，反正他们2个都没法睡觉，但又因为是他们的同族人，把他丢下或弄死会被诅咒的，所以想要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接着我们帮他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他会给我们一个门把作为回报。为什么莱西想要门把呢？没有解释，但应该是莱西想要去探索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他解除诅咒吧。接着我们就打开了他送的门把，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长长的楼梯，但是突然我们又进入了这个梦境。不过这次出现了第2道门，进去之后似乎回到了最初莱西家的厨房，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莱西的妈妈。她说让我们帮她拿一把
一把刀。当时我真的是后背发凉，就怕他妈妈拿到刀之后给我们一下。莱西妈妈说在车库里，于是我们来到了车库。可是非常奇怪又无厘头的事情就是这里有一堆衣柜，还没来得及找，我们的视线就出现了模糊，然后我们又晕倒了。很快醒来，不知怎地。我们已经拿到了刀，于是我给了莱西的妈妈。她拿到刀之后，再切着某种肉，在这黑白的场景里，只有这个肉的鲜血是有颜色的。但好在至少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接着我们再次回到了车库，打开了衣柜，离开了梦境。但当我们真正醒来时，正身处牢房。好在房门没有被锁住。出来后，在房门的旁边一个纸条上写着：性别女，38岁，丧失行动能力。我看这明显不是莱西吧？你要说25岁，我可能还会信。而其他牢房都是些人类的骸骨和血迹，反正是死透了，没啥重要的。不久，我们就在牢房找到了一个松动的通风管道，通过附近的箱子踩着爬了进去。从另一头摔下来没多久，莱西在阴影里看到了一个人。当那个人开始靠近的时候，接着视角转到了那个人的身上，最后二人四目相对，好似在看一部动画片。这我们还不知道他名字的南七莲笑着说道：“你是在我身上撒了盐吗？如果我是恶魔，你觉得食用盐能阻止我吗？”接着莱西回答道：“我没有渗盐。”男孩大笑的说道：“盐没有用的啦。”但是我们莱西在书上明明看到可以。男孩又大笑了起来，把莱西的脸都给笑红了呢。接着他说自己叫赛伊，然后伸出手来要扶莱西，但莱西自己爬了起来就要走。赛伊问我们是要走吗？为什么不能一起？话音刚落，传出了某种怪物的声音，于是二人撒丫子就跑到了一个实验室里。但这里更惨不忍睹，到处是血迹，笼子里各种人类的骸骨。在这附近有一本掉落在地上的书，上面写着：灵魂并不位居于特定的物理位置，必须将躯体完全解剖才能成功提取。所以这些笼子里的骸骨是实验品吗？接着和赛伊对话，我们可以得知，刚才外面那个声音是一个叫原初恶魔的东西发出来的，而原初恶魔他们只杀人类。好，这么玩是吧？那我们现在可危险了。见外面没了动静，我们就选择了出去。但当我们走到一半时，莱西注意到这个赛伊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赛伊说：“我们一起不是更好吗？别担心，我不会成为累赘的，除非我死了。不过那样的话，你就可以丢下我了。听着，你可以假装我不在这里。”然后赛伊似乎就附身到了我们身上，但并不能控制我们，应该是怕玩家在过程中太过孤独吧。我们向着出口走出来没多久，竟在这里撞到了符文。符文刚想叫我们名字的时候，莱西打住了。旁边的赛伊有些不爽：“你都告诉这个小矮子名字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莱西的回答是：“因为你很可疑。”他说自己曾看到过一种将别人的名字写在书上就能杀死他的诅咒。赛伊回答道：“跟那个盐是同一个地方听来的吗？”反正就很有趣。莱西说自己还在找灯塔，但符文告诉他灯塔不在这里，你被困在这里了。我说也是，灯塔怎么可能在这里呢？然后他说现在想离开这里唯一办法就是往更深处走。他听说在深处有一扇被诅咒的门，好吧，不过通往深处的直接楼梯已经被水淹了，我们只能另找办法。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几间特别的房间。第一个是一间中心处有一个钟表的房间，分针和时针定格在12点。当我们出去之后，赛伊在外面等着。他问我们莱西没发现自己没有进来吗？说自己好像被电了一下，被一股力量给推了出来，所以他为什么不能进来呢？反正就很奇怪，我也不知道。第二个是一间非常美的房间，中间摆放着一个音乐盒，可以播放一个挺纯净的音乐，应该是用来放松用的。因为当时我也是连续玩了很久，但我又没有时间马上出去透气，听着这个音乐再看着这个电子风景，还是有一点舒缓的作用的。不过这些房间都不是重点。最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的控制室，在这里有一个管道和一些插孔，是插阀门把手的。目前我就一个还弄不了。再往右边走是管理这个地方电源的金电保险丝，上面这一块是电梯电源，下面则分别是某个大门的电源、灯光电源、水阀电源和似乎是某个牢房的电源。赛伊提醒我们最好不要拔牢房的电源，那很危险。不过我图方便呀，最后就把下面的电源全拔了，就给电梯供电了。在找电梯的过程中也要慢慢前行，不然这些从牢房里出来的原初恶魔就会直接跳脸。有的时候也是吓得我脑子都要坏掉了。我终于知道这个房间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了。最后我找到了电梯，然后蒙对了第3层。出了电梯直走，我们竟然看到了一个小房子，还有草坪。要知道这可是刚才那鬼地方的下面，这个房子出现在这里就很不科学，很不合理。但没办法，我们也没地方可以走，只能进去看看了。进去之后，这里看上去没有很陈旧很脏的感觉，好像还有人住在这里。墙壁上还挂着各种奇特的画像，看上去住在这里的人很喜欢画画呀。接着我们莱西和赛伊似乎来到了一个客厅，中心处有一个壁炉，让我们莱西觉得这个地方有些诧异，但赛伊觉得一路走过来已经很累了，应该休息呀，不是吗？于是升起了壁炉的火，二人坐在地毯上聊起了天，直到赛伊问莱西是因为什么驱使你来做这个要命的仪式的。一般做这个仪式的，要么就是已经一无所有，要么就是单纯的傻蛋和怪胎。莱西问赛伊是哪一种呢？
傻蛋吧，可能是。反正赛伊通过死缠烂打，莱西最后也妥协了，认为自己绝对不是中邪就是诅咒，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那时他觉得自己总有个乌云跟着，他会让人们躲避他，憎恶他。当有人看到他们时，总会露出可怕的表情，有时会变成仇恨和愤怒。跟小动物就更糟了，狗会对他狂吠，甚至连靠近猫都做不到。又或者说他上一次在店里试着买东西，但惨遭失败。这应该讲的就是我们游戏开头的那次了。莱西他恨自己，恨自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好像只要待在他身边的人总会变得紧张和咄咄逼人。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莱西在比较小的时候还是有童年的，还有美好的记忆。他认为一定是在某个时刻发生了一些事情，改变了这一切。在那之后，莱西发现大家开始有些躲避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莱西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如今他知道了许多，但这改变不了他的感受，因为甚至连他的父母都讨厌在他身边，一离开家就是好几个星期。如果莱西想要一起去，他的父母就会以各种理由推脱，而他的哥哥是唯一一个每次都能陪在莱西身边的人。他知道这很难，但他哥哥从未动摇。如果不是他，莱西说自己可能会。接着莱西和赛伊说，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吗？赛伊贴近观察，你说的对，你有一种不祥的气息，感觉很奇怪，但我无所谓。说着说着，在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客人，我很不解。但这时他注意到了壁炉的火，态度开始变得急躁了起来，赶忙上去熄灭。接着他又注意到了一个气味，走到了我们莱西身边。伊里斯，不会是你吧？我们又进入到了这个熟悉的梦境。与此同时，我们的大脑有些混乱。为什么他讨厌火？为什么他叫我们莱西莉莉丝？伴随着疑惑，我们又进入到了新的第3道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些课桌和椅子，看上去是来到了学校。当我们继续深入，会碰到一群人，指责我们莱西害死了桌子上那只鸟，是凶手，所以也会害死人。即便莱西一再否认，但他们似乎毫不在乎。接着这群人将莱西围了起来，要他吃掉桌子上的鸟。但我不想这么做，可确实没有办法了。不过正当我以为只能跟随剧情吃掉这只恶心的鸟时，有一个熟悉的选项。不知为何，我们出现在了笼子外面，身上的东西也都不在了。最主要的是回家的门把手，如果没了它，我们就不能回家。这时候莱西才注意到赛伊也被关着出不来。总之后来赛伊叫我们别忘了把它放出来，另外提醒我们快点行动，不然这个怪物女士如果听到动静过来，到时候就麻烦了。但当我们来到门口快出去的时候，赛伊叫我们慢着，他问我们那次在店里试着买什么东西来着。莱西本来不想回复这个闲事，但因为他的坚持，莱西说果馅饼。他又问莱西名字，莱西想着和赛伊认识的时间也不短，就告诉了他。然后我们就出了门，后面就是各种繁琐的解谜了，所以就不一一交代了。总之我们经历一些解谜会找到一把钥匙和撬锁器，撬锁器用于救出赛伊。然后我们上到2楼会遇到一个蜘蛛，他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要帮助我们的主角莱西。从他口中我们得知离开这里需要集齐5个奇异物品，还有那个怪物女士叫利刃小姐。然后到图书馆再用撬锁器打开一扇门，蜘蛛也在这里，但它变成了一只小蜘蛛。他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并非现实，是利刃小姐幻想出来的地方。他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个大蜘蛛看作成了小蜘蛛，也就是利刃把它变成了这样。蜘蛛告诉我们要让利刃小姐记起自己是谁，意思是她不记得自己是谁了。那么最后我也是收集到了这5件奇异物品，将这5件奇异物品按照正确的顺序，我们了解到了利刃小姐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有点漫长，概括一下就是利刃从小是个盲孩，结果突然有一天他获得了视力，好景不长，母亲又生了一场大病，正在死亡的边缘。当天夜里，利刃祈祷自己的母亲不要出事，结果到了第2天，他的母亲真痊愈了。我因为这件事情，利刃一家被指控为女巫，没错，被指控为女巫。随后就是母亲被火刑，父亲被当场射杀，而利刃被关到了监狱。这就是5件物品背后最主要的故事了。接着再按照顺序在客厅烧掉，利刃会再次与我们碰头，然后出现了 BOSS 战，都是很传统的弹幕躲避玩法。打完 BOSS 战后，会有一个女孩跪坐在地上哭泣，地上有一张纸，标题是第6件祝福。故事和前面衔接了。利刃在处刑的那天被绑在了火刑架上，燃料被点燃，他的双脚正被灼烧着，而旁观这一切的人群却在一边欢呼雀跃。利刃很愤怒，希望这些人通通死掉。随后利刃脚下的火就熄灭了，如利刃所愿，取而代之的是原本欢呼的人群传来了惨叫，他们被火焰所吞噬。利刃看着这一切有一些崩溃，希望自己能回到那个还是盲人的时候，回到那个至少还能和父母平凡生活的时候。他拿起了一把刀，
再次醒来时，我们还在那个地方，早已在一旁等候的赛伊告诉我们，出口就在右边。近处一个牢房里放着利刃的头套，似乎正在哭泣。继续向右走，一个牢房里关着蜘蛛，这个就是之前帮我们的蜘蛛，都长这么大了。他夸我们做的不错，没想到真做到了。再次见到这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接着又谈起了利刃小姐，蜘蛛说她会没事的，就像自己一样。再过一段时间，她会织出新的网，把大家再次缠绕于其中。很好奇她下一次会是什么样呢？哈？恋爱说这里曾来过一个神秘的人，叫瑞德。瑞德，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蜘蛛说我们不要激动，他不会再来了。接着又给了我们一些门把手的碎片，说这是瑞德留下的，虽然是坏的，但还是很感激蜘蛛的帮助。接着我们到了被诅咒的门，放上了返回门把。回家的门就在面前。在此时，赛伊问我们，比起做一个鱼死之前的待办清单，为什么不做一个一切都恢复后的待办清单呢？从我吃你喜欢的果馅饼开始。哎呀，剧情终于讲完了呀！但请注意进度条啊！有的人看到最后可能有些疑惑，比如莱西为什么做仪式，丽人为什么叫我们莉莉丝，影子女孩和彩蛋最后那个神秘人又是何方神圣等等问题。没事，我一个个给大家解析。首先，莱西为什么要做仪式呢？在他的自述中就说过自己曾有童年，但就是突然有一天，莱西注意到了周围的人有些躲避，甚至连父母都开始冷漠自己。在学校中，他被同学欺负、挑衅，甚至强迫他吃乌鸦。无论如何，这都是莱西心理阴影的映射。就在这种被世人排斥、失去社交的环境下，只有他的哥哥仍然爱着自己。但莱西最后还是忍受不了这种苟且偷生的日子了，认为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最后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恶魔之眼的论坛，据说是可以帮他驱除诅咒，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这大概就是为啥莱西要做仪式的原因了。但在这个论坛的下面有一个叫卡萨猪的人，一直在劝阻人们不要做这个仪式，而他的这句话后来也救了莱西。有人说，如果老实遵守仪式不下大巴车会怎么样？你会来到一个诡异的地方，墙壁上有恶魔之眼的标志，在探索的过程中，有个冷藏室的冰箱打开后涌出了密密麻麻的人类手臂，很明显就不对了。你解除诅咒还要断手的吗？接着跟随唯一的路走到尽头会出现一个入口，但当我们莱西刚准备进去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怪物，他们显得有些慌忙的将我们莱西打晕了。所以所谓的解除诅咒都是骗局。后来莱西在迷迷糊糊中听到的对话，我们可以得知，咱们其实只是被骗过来的实验品而已。所以那个大巴车内部可能会释放一些无形的气体之类的，麻醉乘客，以便让我们这些人类活着被拉去做实验。但莱西因为是主角，所以是个例外。他们直接杀了莱西，所以如果按照正确流程，我们应该会被送到一个做实验的地方，类似于我们祖先去过的那个设施，因为它也隶属于恶魔之眼，但很明显那里已经被废弃了有段时间了，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废弃原因未知。所以他们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实验室一本掉落的书上写着，灵魂并不位居于特定的物理位置，只有将躯体完全解剖才能成功提取。而在实验室一旁的笼子里都是人类的骸骨，旁边还放着渗血的袋子，很明显这些都是过去实验品的遗留物。那么他们将人类的灵魂提取出来的用途是干嘛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很纠结，但也许提取后的灵魂是可以以幽灵的形式存在于世界。这里就要进入第二个问题了，影子女孩是谁？在最后的彩蛋中，有个神秘人管我们影子女孩叫小凯特，然后这里就不得不讲到另一个作品了，纸百合第一章之前其实还有个序章叫凯特计划纸百合，里面的女主就叫凯特，讲的大概是一个日本高中生妹子做了一个仪式，结果把自己害死的故事。
听声音像是被直接撕开了。死后凯特大概是被这个神秘人救了，具体是怎么救的我不知道，反正凯特的肉体是死亡了的，灵魂肯定是被提取后才让凯特重新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世间，所以我们莱西看到的凯特才像一个幽灵一般没有肉体，再对比一下就能看出相似。而这个彩蛋的神秘人在凯特计划的一个彩蛋结局里也会出现，仪式做一半处于半异世界状态的时候，到学校的储物间会出现一个新的通道，走到尽头就能遇到这个神秘人，他会劝凯特停止仪式回家，说这个仪式很危险，一旦你做了你就会失去一切，还说自己不想再看到有人因为这个仪式而死了。但凯特说自己做这个仪式是有目的的，具体目的从来都没说过，这可能也是一个伏笔，因为这也是凯特在这个序章中第一次说出自己做这个仪式是有目的的，并且还是在彩蛋结局里。也就是说，如果你只玩主线的话，可能连甚至他要做仪式有没有目的都不知道，只是一头雾水的以为凯特在作死。在主线里进入仪式后，那个恶魔给凯特看了一个幻象，他的父亲坐在椅子上研究着什么，而凯特当时还在地上画画，走近一看也是关于灵魂方面的东西的。所以这个序章并不是在简单的介绍游戏的背景，还在为凯特这个角色埋下各种伏笔，然后到了第一章还会以彩蛋的形式出现在游戏，反复提醒，很明显是有续写凯特故事的意图的。总之最后凯特听了他的话回家了，但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假的分支结局，和主线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我们只是通过这个分支结局获得更多线索而已。再回到神秘人这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到他的口吻有点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过。还记得那个恶魔之眼论坛下的卡萨猪吗？他和这里的神秘人同样是在劝做仪式的人别做，结合前面讲的相关内容，我认为两者大概率就是一个人。那么你们可能会想知道这个神秘斗篷人到底长什么样。在彩蛋结局其实还有一个彩蛋内容，如果在之前收集到了宠物给影子女孩，然后一直打到结尾最后的彩蛋，我们就能看到神秘人的长相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莱西被利刃叫做是莉莉丝？首先，利刃它是通过闻味道闻出来的，闻的肯定不是你的体味，因为人类身体的味道，反正利刃就是闻出来了。那么莉莉丝是谁？在设施有个会议室，进去后有个椅子上挂着斗篷，如果你选择翻斗篷的口袋，会找到一张笔记，上面写着反对莉莉丝，让她下台什么的。而莉莉丝也很明显是个女性的名字，听上去有点像个什么领导人。当我们莱西穿上斗篷后，则会闪现一些画面，两个穿斗篷的人，其中一个拿着纸，而我们刚来到会议室时也找到了一个斗篷，而且口袋里也有一张纸，所以这大概是他留下的吧。然后画面的中心就出现了一个带触角的女士，两边好像还站着刚才的斗篷人，一个特写后她的手掉在了地上，最后莱西会因为感知过载而死。给玩家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你知道的不能太多，想知道必须自己慢慢推理。这个触角女士我觉得就是莉莉丝了，看样子莉莉丝像是被斗篷人围堵了一般，然后手又掉了，横截面很整齐，大概是被切下来的。纸条上的内容表示不赞同莉莉丝，要赶她下台，这意味着莉莉丝想干某事但没干，不过她的观点引起了众怒，也就说明她曾是个权力比较大的管理层，又或者说她就是前恶魔之眼的领导者。为什么是前？在不下巴士的分支结局中有个细节提到了一个叫格伦的，怪我们说要和他打报告，说明他也是个什么管理层人物，而且这个叫格伦的其实在许多地方也被提到过，但就是从未出现。所以如果莉莉丝是前恶魔之眼的领导者的话，那么格伦就是最有可能的顶替者。再回到莱西和莉莉丝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上，其实游戏中有几次似乎都在暗示玩家莱西和莉莉丝之间的关系。出狱符文的时候他会说我们有股不同于人类的奇怪气息，闻起来像是某个超级坏的人。再到我们莱西问赛伊自己有什么不一样时，赛伊回复说确实有些不一样，感觉很危险。最后遇到利刃的时候，他脱颖而出的就说出了莉莉丝，也是通过气息，这就好像作者摊牌了一样，直接明中暗示告诉我们玩家莱西就是和莉莉丝有极大关系。而这个莉莉丝也肯定不是啥好人，因为赛伊和符文说了这种气息像是危险且特别坏的人的，由于在很多方面都在告诉我们是诅咒。如果确实是诅咒，那么就好解释了。在瑞德树屋的地毯下面其实还有个地下室，下面关着一个恶魔，他说自己是唯一一个能对别人诅咒但是自己又能存活的恶魔，每个恶魔在他临死前都能对别人下咒，但他可以施压很多次并且不受影响，所以是这个恶魔诅咒的我们吗？他自己说不是，到底是不是我保持半信半疑吧。不过如果他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话，那就能说明诅咒我们莱西的恶魔已经死了。所以回到莱西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气息，或者说为什么被诅咒，到目前为止我对此也是几乎没有头绪。那么好吧，我知道有许多东西还没给大家解释清楚，但我也是真没办法呀，因为观众朋友们，这才第一章，就像你不能指望一个电视剧在第一集就讲完所有东西一样，许多疑点肯定要到第二章才会有准确的解释，一切以续作为主。这款游戏它给我的感觉从质量上特别是细节上非常出色。其实游戏中有许多分支路线和结局我都没拿出来给大家
家讲，比如仙女环是能逃出来的，在莱西梦境的正前方有个大门，满足条件后就能进去，但没太多细节，直接提示触发死亡结局。瑞德树屋地下室的镜子后面其实有一个隐藏通道，可以直接绕过封锁区到达河湾。在设施的楼梯这儿，本来是可以直接下去的通道已经被水淹了，但其实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桶，再回到楼梯那儿反复打水是可以打光的，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去了。最后还记得希罗那首诗吗？一只代表悲伤，2只代表喜悦，3只代表葬礼，4只代表新生，5只代表天堂，6只代表地狱，7只则代表恶魔他自己本身。